我的真心换绝情，朋友都是伤人精。被我看到那个男的带一个就是美女，我就传。然后他立刻打电话来大骂我，你为什么要传这种东西给我？疯了！我真的很伤心。然后他骂完我就哭了。去青年商业贷款，然后再开店，6个月，每个月都亏损20万，我还再相信他一次哦，一个月投了200万，全部不见。这种社会亏盘，很多人都要吃的。对了，陈雨乔太傻太天真，被骗还是傻乎乎。那时候交一个年纪比我小的男朋友，他就。我就买衣服，可能潮牌什么，他也会丢几件在那个柜台，说谢谢 baby 这样子。我花了，但你对我好的话，我觉得没关系。你就是干妈哎，你太好骗了。欢迎收看《女王大人》。今天晚上我们邀请到了5位来宾，他们各位都是以诚待人，重情重义的性情中人。是哦，他们的真心是怎么换来绝情的？欢迎他们出场。首先欢迎陈雨乔，好辣哦！欢迎李微峰，哎呦，欢迎蔡一凡，醉啦，马孝元。明星真心换绝情事件，500万对簿公堂，这个哎呦，相当厉害哟！许愿提款机，哎呦，这一听完全切题，看不见的干姐姐，阿姨我不想努力，阿姨我努力了，不想努力啦。我的另一半说他那个干姐姐，对，我从来就不知道干姐姐是谁，应该是女生。哎呦，感觉这稍微有点带阿姨阿姨妙，要阿姨用帮他买什么？这个完全一点的无关痛痒的东西。对啊，工商服务时间，不要说那么多。我看谁说的谁说的无聊。我们今天的工商服务时间，小偷很早就开始，谁小偷出现了？听起来蛮无聊，对不对？对，但其实故事确实空洞啊。今天就尽量详细的讲，简短，靠先打预防针。没有，因为我以前高中的时候有一个高中一起打球的队友，然后后来呢，他因为球技比较差，他就没有再继续打了。那后来就我们还是当然从高中开始就有革命情感嘛，那所以一直都很好。那有一次我们2个在晚上在喝酒的时候喝一喝，喝一喝他开始突然流下英雄泪，流下男儿泪。我说你干嘛？神经病啊！今天那么快就喝醉了？他说没有，我就突然想到我老婆。我说怎么了？他说我老婆就是下个月生日，十几年来，他觉得对他老婆一直都没有买一个真正好的名牌包给他太太。我就开始看我老婆的班表。然后我就决定刚好下个月有一班是飞法国巴黎。哇塞！对，那我就把通告来了，对，就把通告排掉。漂亮，走一趟，当然是跟着走一趟，一定要跟去。买个包，哇，他的那个需求还真是厉害的哦，是那种买不到的那种基本款，相信是要配货的那种。对，蔡姐一定都基本款了还买不到外双系。基本款，所以你这个基本款才买不到，基本款才买不到。然后黑色的，还有什么金扣，非常难买，都要配货才买得到。金球不好。对，那一个大概我记得12、13万吧，结果真的很难买，最后在那个巴黎有一家老佛爷百货的隔壁叫做春天百货，在里面的香奈儿专柜里面找到了，然后还真的就买到了。然后呢，因为我希望说可以帮他省越多钱越好，我大概提早了4个钟头先去帮他退税。对，我先去帮他退。真的，你问2位专业的，排队队伍真的很久，他们麻烦啊。对，因为太多人去那边退税。什么时代了，还这样子这么非常麻烦？那是能退到多少呢？结果12、13万，我最后退了大概又再退了2万多。对，所以那一个包大概可能我记得是还。快10万，10万到50万，哇，便宜！对，等于说他们真的帮他省了很多，有情有义，对，有情有义，花了1整天的时间，然后飞回来，我当然是很开心啊。我想说，至少这一次的这个任务，我帮我
好朋友，我帮他完成了心愿，给他。第二天就准备要面交的时候，他就说是这样子啦，我也真的很不好意思跟你说，因为你也知道我的经济状况真的不是那么好。我说 OK， 所以呢，可是这个已经是非常便宜了，我相信你找不到更便宜的，我还帮你4个小时前去帮你退税，我相信你找不到更便宜。他说我知道，可是因为我老婆她好像在一个不知道什么网站上面看到那种2手网站看到，她那个价钱比你这个还要再便宜6000。我说比我这个还要再更便宜6000。我说你那个是2手的，而且很多网站你怎么会敢在2手网站买这种东西？容易买到假的。对，现在这么多诈骗，你怎么会敢这样做？他说，但是这6000块钱对我来说，真的我觉得也不是一个小的数目。哇，这个很夸张。讲着。他又流下了眼泪，太容易流泪了吧？他也，我本来还以为说男儿有泪不轻弹，没有，原来他这么爱哭啊，他就是爱哭而已，还没喝酒也哭了。他说真的不好意思，兄弟，真的你帮我这么多，我真的很感激。傻眼，我真的以后我有机会我再报答你。他转头就走了，那个包包怎么办？就散了，坏掉了。我真的心很痛，心凉了。我当下我想把它丢掉。哇，不要丢，没有丢，这都还是被我老婆捡走了。所以是亏10万，最高的归属本来是亏10万，合理。跟朋友之间有任何钱的上面的牵扯都不好，到后来会和平收场的，会大家彼此开心的，蛮少见，真的很少。少一个朋友，帮留后路，好不好？哎呦，摇一下，应该是那边的，被咬，被咬。对不对？哦，对，是被员工咬。对，因为我有开教室嘛，然后我有应征一个，就是他来应征店长。然后他来的时候，哇，准备一大叠 folder 哦，就是现在年轻人很少这么用心在面试的嘛。然后他就跟我讲说，对，舞蹈教室，还有他一个在天母，他曾经帮助什么舞蹈教室草创时期，然后一路这样子飞黄腾达。他说他都是跟老板一起辛苦过来的。那我觉得哇，这个人才不可多得哎。结果呢，一开始上班哦，前3天我们当然先教他嘛，适应一些系统什么的。然后他跟我就是比较熟了之后呢，你知道我录影哦，我们不都会调静音或者是什么，然后我的屁股就一直震动，一直震动。然后我想说是不是有什么急事，然后赶快接起来。然后他就说，Linda， 我想问一下，这附近有哪一家便当比较好吃？然后我就想说，这种事你真的不用一直打给我，他去查一下那个 Google 评价就可以。对，所以他是一个我同事也有啊，就可以。但是他就是一个没有生活能力的人，然后他觉得他是店长，他什么事情都要来问我这样子，然后。甚至比如说，他有一天他直接没有开门，开天窗，然后我们所有的老师、小朋友就在门口，那天还下大雨，然后都在等他开门，进不去。怎么可能？他去哪里了？然后是一个比较熟的妈妈打给我说，为什么没有开门？我说怎么可能呢？我就立刻打给那个店长。他说：“Linda， 不好意思，因为我今天那个来，然后我就是很痛，所以我比较晚出门，睡得比较晚这样子。”没有职务代理人啊。他应该要去找啊，因为他是店长嘛。甚至我就觉得他每1个月怎么都会痛，然后都会说痛到起不来，然后想说是不是他真的有什么子宫肌瘤还是什么的？我还带他去看医生，我还买巧克力、热牛奶给他，因为我觉得就是出来社会都不容易嘛，就是我觉得要多关心年轻人。然后如此种种，他不是准备一大堆 folder 吗？我说那我们现在要办活动了，你帮我设计一个 DM。然后我发现他什么都不会用，他不会 Excel， 他也不会做美工，也不会设计。那些 folder 是谁做的呢？我不知道，真的，他连 ChatGPT 做的吗？你说这个人是不是？我后来在想，他是不是从网络截图下来？因为怎么可能那么简单？你连用手机对都可以啊，都可以自己用。然后他就说我什么都不会，然后他就说那你要教我。哎，我今天请你来是要分担我的一些事情。结果搞得我还要教你，我不是开补习班，然后我给他3个月试用期，我觉得差不多了，就是受够了。然后他又就是惹了一些客诉什么，我还要一个道歉，我半夜还要回简讯，然后我就觉得你根本就来扯我后腿的，我就跟他说。那个，我觉得你就是学历也不错，其实你能力可能不是在这方面，你是不是去找更适合你的工作？哦，这样已经很委婉了。对，是。所以呢，我在离职单上就写了我自己的问题，我就说，因为我们编制问题，不是他不适任哦，那就让他和平的离开，他以后好找工作嘛，对不对？结果他一离开，我就收到存证信函。哎呦，为什么？你知道我对他有多好？然后而且我还多给他薪水，因为他可能做2个礼拜。我就给他1个月的薪水，就等于有多给这样子。就我就是说，他说我是恶意资遣他，
然后甚至劳工局就来关切了。我想说，哇哩嘞，现在年轻人，那你怎么回应这个纯正信函？我就只好打电话给他，我就说怎么会这样子？然后他就说，因为我妈妈说你这样子就是恶意之前，你并没有先教导我，没有给我成长的空间。要是我的话，我就跟他妈联络了。没有，他妈还跟我讲话。通常都找他妈妈也说你恶意之前，你自己也有女儿的人，你怎么可以这样对待一个刚出社会的小女孩？然后他妈妈把我骂一顿，他也把我骂一顿，我就觉得哦，这个不行不行。然后我就说你现在你有空出来，我们面对面聊一聊这样子。然后也是一样啊，面对面就开始哭装可怜啊。哎呦，我觉得我在你面前就是很一文不值。你帮我说我什么时候说过你一文不值？我这种人，我还带你看医生，然后你饿的时候我还买饭给你吃，我还买热巧克力牛奶。是不是很年轻啊？就刚出社会，刚出社会，22、23岁吧。然后呢，23岁左右。结果种种就是他觉得钱不够多。就是我给他多2个礼拜的钱，但是我没有之前，他就是不适任。然后我就说，好，那这是我个人，不是公司，我个人就是一个大姐姐的名义，我希望可以帮你，就是度过这1个月你找工作的空窗期，这个红包你收下，这样子。红包，你还就给他可以了，我还给他红包。劳工局一直来，我怎么弄？你那个什么叫做红包？在1个月啊？没有，我就给他几千块这样子。这母女的心态都有。后来对这种年轻的员工，我都超级卑微的，就是他们现在只要有一点做不好，我都不敢念哦，不是骂，是念哦。比如说发票开错，我就说，我觉得你一定可以更好的，再用心一点点，加油！情绪价值给好满。他刚那段有点难过。你这样子，你这样精神会不会错乱？有点神经，有点精神分裂，有点空洞，稍微有点疯掉。我们这样子容忍他的错误，反而他会成长。他会以为理所当然。现在真的不能骂，真的不能骂。接下来来一个什么？真的假的？真的假的？哇塞，你有饭局？其实当时为了生计，不是没有接，乱讲。有的时候是这样，因为我们那时候是北漂嘛，然后那时候就遇到了一个亦师亦友的义兄的一个哥哥，这样子他就说要帮我介绍机会啊。那的确他可能带了1、2个，比如说幕后在那边，比如说可能爱奇艺或什么里面某一个戏比较知名的制作人，我们一起出来吃过饭，就他讲的话有1、2次都有实现。然后慢慢他开始说，我跟你说，你要开始怎么样拓展人脉，最重要是什么？要有资方。你要有自己的金主。只是他就是慢慢的，他介绍给我的金主，大部分都是女生。然后后面几次，而且是固定，我们都在跟这一群人聚会所以你也不知道他们是什么身份。我只知道他们是有钱人。但然后对很多东西都有投资的兴趣而已。我们慢慢熟的时候是会加联系方式。后来加了以后，有一天有其中一个女生约吃饭，她就打给我，然后先聊了一下，然后就说，那你们怎么开始做这个行业的？我说我说你是说演员还是歌手？然后他就，我知道你是唱歌的啊。我是说，你。怎么知道啊？怎么走上歪路的？对，他说你不懂，我说什么叫你不知道？他说，其实我也觉得你应该不知道。那这样子，我跟你说一下好了。其实你那个朋友啊，从我们第1次聚会之后啊，每一次你们出来聚会，他都跟我们收钱，说要介绍小哥哥给我们认识。他说不是只有你，有好几个固定在聚会的，他每一次出来都跟我们收钱。你不然就被中介了。对。当下我知道这个事情的时候，我就传了讯息给那个男的，对，就跟他说我大概知道你做什么事情，然后我觉得我很失望，然后他说你不要这样，这个什么有误会什么？我说没有，你就是把我当哑。那后面你讲这么白哦，你就是把我当大姐姐怎么办？没有，不是客户也有大姐姐后来有，但是因为后来有，那些姐姐还有在约你吗？还是你自己做出兴趣来了？没有，没有。这种社会亏，反正很多人都要吃的。对了，而且我们又没有人保护。对，你自己要这样子单枪匹马的搞。还有身体还是完好的，姐姐们保护你。他有没有失去一些什么，得到一些什么？你也不要在那边。对，不要讨论，不要退休了，对，不好说。不要往这里倒，我
我知道，咱们是好人。我就跟他讲，我没有当鸭，我真的没有当鸭。知道，我没有。哎呀，我们微风啊，它就是价格公道，配合度高，CP 值好啊，不当鸭只当姜母。严格来说是 CP 值当姜母不当鸭。CP 值高。我是叫他不要往那儿想啊，不要往那儿想。对你有这个条件，也不一定会这么做的。对，没错，厉害。另外还有 Paul 跟陈宇乔，把他们两个找出来好不好？好，炮哥消失的女朋友应该就是他。哎呦哇，炮哥啊，应该就是他。那这就很像陈宇乔的啊。好，看不见的干姐姐，谁？陈宇乔吧。临界的朋友。真的不错。我跟你讲，我真的也是真心换绝情。然后我是一个很容易相信人的人。然后那时候我就是参加了一个戏剧班，然后在里面就认识一些同学。然后有一个女生呢，就过来跟我当朋友，就是很 nice， 就是她今天有多买一个什么小蛋挞、小蛋糕跟我 share， 我就哇，怎么有一个人可以就是人很 nice， 然后开始跟她越来越好，越来越好之后呢，我就发现她有一些包包都可以买到一些限量的款式，或是限量的颜色，我就就被吸引。我说奇怪，你是在哪里买的？因为这一款好像台湾没有卖。他说哦，我跟你讲，我有一个很要好的干姐姐，她就是嫁到杜拜去，然后她嫁给一个富豪，所以她这些包包都是可能用了1-2次就卖给我。所以，假如你喜欢的话，我也可以传一些她的包包啊、鞋子给你看，然后看你要不要买，而且都可以7折、8折，甚至5折。我想说，怎么这么好的事情？你听起来很像是一开始就被盯上了。对，我感觉我是被盯上，因为他开始就会称赞我，就说：“哎呦，你今天穿这件好好看哦，什么哦，你这个 Moschino T 恤好可爱，我有一件什么。”他就开始，你知道吗？我觉得我就一开始，他应该看得出来你是一个物质欲很高的人，还有手头也蛮宽裕的，应该是他看得出我家境好啊，或者是移灰，对，随便都可以，爱买东西，移花了哪一种？台语很烂嘞，移灰，什么灰？香灰？移花。你想当鸭是不是？我不想浪费你。好，反正我就开始跟他买一些东西，就可能一些皮夹、包包啊，然后我现在给他订了红底鞋，我就先汇款给他。他说我要先汇款，我才拿到东西。那因为我就是很容易相信人的人，我说好，没关系，我就一笔一笔的汇给他。然后当我先拿到一样东西，红底鞋，奇怪，超奇怪，因为我自己家里也有红底鞋，它那鞋跟那个跟是分离的，就下面那一块就是正方形的那个鞋跟的那个套子，那个底了，跟那个底跟那个跟是有一点分离，我觉得怎么那么怪，不可能红底鞋会有发生这样的事情。对，然后我就打给他，我说啊，那可能是我干姐姐可能不小心弄到了，那我把这一笔退给你，然后那个鞋子我再跟你拿回来，然后接着陆陆续续我就收到了一些包包。有一次我就背了一款包包。就是他卖给我的所谓的包包到了名牌店，那因为那个品牌我有认识的 sales 就过来说，那个我们到旁边一下，他就把我拉到一个角落，我想说他是要怎么发生什么事情，他说，不好意思，那个你这款包包是在哪里买的？然后是他们店的品牌，我就说哦。这包包我跟我朋友买的，他说这个包包好像有点怪怪的，好像不大对哦。他还拿出来给我看，我还怎么会这样？然后有点真的不一样，差很多。可是一般人看不出来吗？一般人看不出来，因为它是距离宽度不同。然后我那时候就很傻眼啊，我就打电话给他，他说不可能吧？奇怪，那我问一下我这个干姐姐，我不知道怎么回事我问一下她，我再跟你讲啊，不然这样子，你先把那个包包先退给我好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发生这个事情，因为我也不清楚干姐姐竟然会卖给你一个有粗糙有问题的包包，我也觉得好冤枉哦，这样，然后他就退给他。开心见到老同学，其实都是羊入虎口。小学同学说要开同学会，而且联络我的那一个人呢，刚好就是我们小学不是都那个画中间画中线，坐旁边那个，对，一去以后他也来了，真的还蛮漂亮，然后一坐下来，然后说等，其他人就来了这样，然后咖啡喝完了2杯吧，就还是只有我们2个，直接跟你讲好了，因为是一种仙人在跳的意思。我也不清
清楚，干姐姐竟然会卖给你一个有粗糙有问题的包包，我也觉得好冤枉哦，这样，然后他就推给他，然后呢，更扯的是有一次我在工作一整天，然后他就一直打给我说，哎，我跟你讲，你之前想要的一个后背包，某艺人现在就在法国。然后他连线，你这样还相信他？都已经发生2次了。对，可他讲成这样子，因为他艺人线已经打折了，已经不行。对，因为我就不理他嘛，但是他就跟我说是女明星，而且他还讲出名字。然后我当他法国连线，你现在要马上转多6万5过来，我还看，哎，那个女明星真的在法国。哦，对，然后我还想说，哦，好，那我就不疑有他，我又汇了钱给他。天哪！然后结果后来那个包也是假的，然后我为什么呢？因为我遇到那个女艺人，就隔了一段时间，隔了几个月，然后我在某个节目遇到那个女生，那个女艺人，我就说，哎，不好意思，我有个事想请教你，认识叉叉叉吗？她说，哦，没有很熟，哎，她是我另外一半的男生朋友的前女友，但是他们也都没有联络，就看过2次而已。我说，哎，那我想请问一下，请问你有帮忙代购包包吗？她说没有啊。我真的大傻眼，后来我又把那个后背包拿去那个店面去问，说这个包包是不是真的，也是假的，傻爆眼。然后我就打给他，然后就开始都不接我电话，我就传讯息，也不回我讯息。你真的有这个人吗？还是你就是那干姐姐本人？你就是一直在骗我的钱，我真的气死了。我后来把全部的东西放在一个塑胶箱里面送回去给他，然后后来我就跟他说。我会告你。假如说你这件事情不处理，我真的要告你。我跟另外一个女艺人，因为你是妨碍她的名誉，然后我的部分是你骗我的钱，然后后来他就跟我说，他可以退10万给我。你付的不止这些啊，不止。他之前的那几个都还你了吗？不是说他还你吗？没有，他只有退了2个给我。你还不如找花校园买。对啊，对啊，目前的 OK， 目前经历了你们这几个人，大概就他那个是一起长大的哥们，你们那些都是不熟的，因为是同学，然后太容易推心置腹，对，太容易相信，太容易对人放心。他送我几个蛋挞，我就相信。真的，你不能真的加起来不到50块。主动接近你的人，你也要稍微小心一点。下次我会带着充足的资料，我跟你分享灵骨塔。漂亮，贵多了，比蛋挞贵多了。那才叫诚意啊！诚意够。好，接下来我们接着到上半部了。哇，下半部的都PO哥还没啊？先把PO奖找出来吧。我觉得PO应该这个吧，他那么有钱，跟钱有关的500万吧，这个吧。他应该长得就像是PO员外。消失的女友啦，消失的女友才是他啦，消失的女友才是他啦，人生什么都是消失的，对，消失的女友，消失的女友就跟我的头发一样留在地中，好难过，不见了，留在地中。他们那个都还是不熟的，我这个还算蛮熟的哦。因为有一天忽然，就是我们出来一阵子，在社会打拼一阵的时候，接到那个电话，小学同学打来的哦，然后那个时候小学同学说要开同学会，而且联络我的那一个人呢，刚好就是我们小学不是都那个中间画中线，坐我旁边那个，然后而且重点是她是我当年的也是号称女朋友，就会号称对，一去以后她也来了，哦，真的还蛮漂亮哦，然后一坐下来，然后说等，其他人就来了这样，然后咖啡喝完了2杯吧，就还是只有我们2个。我说那其他人怎么都没来？对，然后他就说我帮你问一下啊，就大家都有事，只有我们2个。哇！然后说好，难道是缘分吗？然后那时候心里有点激动，这是一种仙人在跳的意思。容易被骗，但是呢，我们开心的原因是我们是在5星级饭店的1楼。我想如果等一下就对，等一下就开起来就 happy。没有，等一下就怎么很开心这样，对不对？因为再续前缘嘛。地点是他选的，他选的不是我选的，对不对？我心存正念，但是他有歪念人是他，好。但是你悸动了，对啊，就开心了这样。反正他就说没来，他们聊得很开，聊就聊了2-3个小时，就说那其实我也不好意思跟你讲啊，直接跟你讲好了，因为我现在在做保险。我说保险那我也没关系嘛 ，OK 啊，看你要冷掉了，对，但冷也只有冷一半嘛，对不对？因为毕竟还是有旧情分在，还是有机会，是有旧情分在，地方楼上还是有热闹的地方，还是房间。然后我就想说好，那不然便宜的东西我们先买一些，反正也缺嘛，比如说一些什么医疗险啊、意外险，也是用得到。如果人生如果万一有意外的时候也用得到，上楼了。因为那时候也没买什么保险，当他也签了，然后签完以后就很开心嘛。他说那我还有一件事，我说
对啊，也该谈正事了吧？那不是正事吗？对，来可以谈了吧？对，还有一件事，不是你从小就是那还有一件事保险，不是买春啊 ，Poker， 买个几千块而已吧，什么东西啊？就买了，然后就哎，那我看你脸书，你都有参加那个球队啊、车队这些的，我听说他们都还蛮有钱的。那因为我做保险的，需要一些人脉，可不可以帮我介绍一下这样？好，后来也帮他介绍了很多，然后约了哥们也会一起出来喝咖啡。他说啊，这是我们以前的这个好朋友啊，怎样的朋友，啊，有空的话可以找他这样。因为他也说实话也能言善道，长得又漂亮，所以后来我们那些很多那些车队的啦，然后球队啦，或多或少都有跟他买了一些保险。然后呢，买完以后呢，这大概1、2个月以后，对，你吃到甜头没有？没有啊，当然是没有，所以我以后有一个 SOP， 就是先骗色才能骗我钱。反正呢，你还有以后吗？没，当然没以后啦。我说之前啦，然后后来就是1、2个月后，哎，真的就开始有问题了。我们比如说去车聚的时候，或去打球的时候，就说有人打球同一队嘛，人说哎，你上次介绍那个，我说人家还不错吧，他服务应该还 OK 啊，这样说没有什么服务 OK， 就后来人就不见了。所以他说：“那有没有交界？”他说：“都没有啊，现在都找不到人啊。然后临时像比如说有些事情要出发的时候，真的完全找不到。哎，其实我是冲着你面子才跟他买保险的。我说：哎也还好了，介绍你们2个人。完了，两面不是人。什么你们2BBQ 了，只是你的朋友，你们2个不是男女朋友吗？我说哈，说大家都说你是他的女朋友，所以我们才跟他买单的，才跟他买。”保险啊，所有的车友，还有那些球队的那些队友，才以为说他是你的朋友，想说大家都哥们熟啊，你自己的女朋友，大家搞关子也认识一下，这样捧个场。内举不避亲啊！我没有啊，我只是跟他只是小学同学，都没吃到，喝个咖啡而已。对呀，喝个咖啡而已，缺一张桌子就被传的是女朋友哎。然后现在很多那些保险经理也不一定要接这种旧单，因为旧单没算他业绩，你还要帮你服务，他觉得很亏，所以没人要服务他，那怎么办？要出钱怎么办？只好我来。你没有证照，你可以帮忙。没有，我帮他收，我帮他收据以后，然后帮他报到那一家的那个保险公司去。后面还有更惨的，我是后面听说后面一段来的那些人，真的要出险的时候，提出一些那个保单号码，打到那个总公司的时候，他说这张根本没有入账，所以他是私下。对，到后面的是连拿了钱以后还没帮人家保。真的假的？就诈骗。对，然后重点是每个人都认为她是我的女朋友。他是诈骗哎。诈骗，然后人就不见了。为好姐妹抱不平，结果真心换绝情。被我看到那个男的带一个就是美女，结果就看到一个动作不得了嘞，怎么样？就是这样子，来，他就这样子一直轻抚那个女生，然后一直帮她勾头发，超越友谊了，我就惨。然后他立刻打电话来大骂我，哎，你为什么要传这种东西给我？疯了！我真的很伤心。然后他骂完我就哭了。拿了钱以后还没帮人家保，真的假的？就诈骗。对，然后重点是每个人都认为她是我的女朋友，他是诈骗哎，诈骗，然后人就不见了。另类的人财两失。对，这美人计。对，还有那个情分都没有了。所以久久没有联络的那个，突然间有事儿啊，通常都要小心。对，真的要，绝对要慢慢保持距离，慢慢来，慢慢慢慢。哎，没有错。啊，大家要掏心掏肺的。对，哎，都讲到了，我们就让这个最后一个，擦了，然后呢，1、2、3，看看什么时候要擦，好不好？切入好有感觉。我觉得是女生啦，又是陈以乔吧？不会是他校园吧？又是陈以乔。蔡一凡，怎么会这样？我说这么龌龊的人，我怀疑你很久了。你这个桃花女，不是，这个故事让我非常伤心很久。这个姐妹是认识10几年的，就是很好，无话不谈。然后呢，她每次跟男友吵架什么，她就一定是哭诉的嘛，就是她对我其实爱理不理啊，怎么样？然后他们交往2、3年期间呢，这女生其实都一直很没有安全感，但她又非常爱他。然后她有一次就因为整夜没回家，她就上了她的信用卡资料查她那一天到底干嘛消费记录，结果就在维格开了房间。都已经罪证确凿了，然后他还是跟我们哭。我说那就离开呀，你现在都知道是这样子啦。然后他也是会去问那个男生，那男生又在那边讲说，我只是跟我的同事进去唱歌，这么瞎的，为什么不去钱柜？里面真的好像有，哎，我怎么会知道？里面真的有，会有啦 KTV 那种。对啦，我去唱的吧？我听说
有一些设备啦。哦，你听说也是有人去那边庆生的。没事了，没事了，哎，我怎么知道？没事没事。我跟你说，我们都看到了，没有关系。也是有人去庆生的。有跟老公去过嘛？喇叭很好，喇叭很好。还有一些情境音啊，对对对。然后他就说他跟同事去唱歌，于是他又信了他，就继续在一起。然后有一次好死不死呢，被我看到那个男的带一个就是美女这样子，然后在一个餐厅午休时间，因为他们是上班族，结果就看到一个动作不得了嘞，怎么样？就是这样子，来，他就这样子一直轻抚那个女生，然后一直帮她勾头发。哇，这是一个同事或朋友会做的事情，已经超越友谊了，超越了，你怎么讲？然后于是我就很机灵的拿出手机，然后就拍，因为他每次都有一个词可以去你知道化解这个。然后那女的又愿意相信，我拍了，他就去勾那个女生的这个脸这样子，然后我就传，然后他立刻打电话来大骂我，骂我，骂你为什么不是打给他的男朋友？他说你是不是从以前开始就见不得我好？你为什么要传这种东西给我？疯了，对，他有病吧？然后他说。你是不是觉得我找了一个好人家？你是不是觉得我不配得到这种幸福？哦，我懂，疯了。对，他因为男的家你为了破坏我的感情，这是不遗余力啊。然后因为好，我跟你讲，为什么那男的会跟他在一起？是因为那时候我们就是一群人在夜店，然后那男的来跟我搭仙，好跟我搭仙呢。然后因为那男的不是我的菜，他先看你，对，然后所以我就说我朋友也单身，对，就是说啊，那他们就真的有搭上了嘛。所以他一直心里介意爱的是你，对，他有一个芥蒂，就是说我跟那男的好像还有一些什么，可是他真的不是我的菜，然后我就被骂得一头雾水。他怎么会是你朋友啦？我真的很伤心，然后他骂完我就哭了，因为我真的觉得莫名其妙，肯定委屈啊。然后呢，委屈，更屌，下一秒他就封锁我了，我再也没有办法打给他了，然后我的 IG、FB 都被他封锁了。谢谢你分享一个，我们现在开始重量不一样了。对，没错，越来越出局了，有没有？我们现在聊这个就此其实也。这些什么差不差的放最后，比较没有深度的。他哥辛苦，比较浅的，比较他哥这整集本来以为轻轻松松，没有想到焦点都在他身上。太讲到最后，你真的是很聪明的主持人，一看标题就知道这个。我们先搞这个好不好？500万，500万，看起来就是个简单的，就是亏钱嘛，对吧 ？Money，一定是炮哥啦，一定是他啦！真的假的？好有钱，借我500万！你之前真的有把生意做起来，很好做，傻眼呢！你们冷静，你们可 CP 值高，对啊，哪一天很喜欢你？你那留下联络方式。有需要，不能这样啦！有时候取比较 man 一点，很洗手了啦。有一些贵妇太太，我是不问的。哦，奶茶个好懂哦。等一下留一下联络方式。然后我觉得今天这集之后会有一些私讯我，不知道为什么。会啦，我觉得会开发一些特殊的业务范围。我觉得不错。其实是这样，因为大家知道我之前有疫情的时候开饮料店加盟嘛，然后就倒了，遇到疫情。然后我隔年我又去青年创业贷款，然后再开店，就遇到了现在这个事情。我还记得陈哥有跟我耳提面命，他就我跟他聊了近况，陈哥就跟我说，他说我觉得你这个账要看清楚。他都提醒你了。那时候有稍微对，他有稍微就点了一下这样，然后我就有放在心上，所以我开店的2个月之后，我就跟他说，那我请问我们账本可以看吗？第一个问题，他说因为我们会计离职，所以我没有人做账。我说那你这些会计凭证谁帮你弄？他说他的一个左右手，就我们经营店里的，后来才发现可能他们关系匪浅了。隔了2个月、4个月了，我问他说，请问我们账可以看吗？他说账还在做当中。我终于在隔年的4月至5月间拿到了第一次的账。第一次账打开来看，全部都流水账，没有任何会计凭证。你这时候觉得不对劲了吧？我看到之后我就觉得很奇怪了。然后在下个月，他突然间把我们股东召集起来说，我们公司从开到现在6个月，每个月都亏损20万，我已经垫了120万，来，你们股东要还钱给我，不然我就要把我们公司。可是怎么证明他垫了120万？他说账给你啦，他说流水账就是这些啊。我说等，我说你第一个月亏20万，你就要告诉我们，对啊，这成本我好像控管有问题，大家要不要来看一下，查个账还是什么？对啊，对，不是，他是钱全部他付完了，你要赔给我。对，所以他是什么故意的？好，他讲的反正就是说他要卖股份就对。那我当下我的想法说，因为我们的产品我很有信心，
那他也是软硬兼施讲的，就说可能在我估计在1-2个月内就 OK 了。为什么？因为我的人事成本太重，然后我之前为了以为要开连锁加盟，我叫了很多的库存，所以这些东西全部摊平在里面都是亏钱的。然后听一听，我跟他差不多，你知道吗？我还再相信他一次哦，我找了股东1个月投了200万给他，帮他把我们这个所谓的亏损一进去了，全部第1个月。对，第1个月这200万全部不见。是那个大陆的。我看公司账，我说前2天为什么公司账怎么会不见这样子？我连包包都没有哦，看不到哦，怎么会大概10天内这200万就花完啊？他就说哦，因为你要还给我。隔1个月，8月份坐下来，一打开我坐下第一件事，来这个月亏20万，我已经补完了，换你们补来。陈玉乔太傻太天真，被骗还是傻乎乎。那时候交一个年纪比我小的男朋友，他就，我就买衣服，可能潮牌什么，他也会丢几件在那个柜台说谢谢 baby 这样子。我花了，但你对我好的话，我觉得没关系。你就是干妈哎，你太好骗了。坐下第一件事，来这个月亏20万，我已经补完了，换你们补来。那可以告吗？我现在正在告他。哦，现在已经在诉讼没有证明哎。反正我们现在告的逻辑，他有告我民事，然后我告他刑事这样子，因为他当初用我们公司的名义换他的负责，换他的比较可能关系比较亲近的女性友人，来去用公司的名义贷款。这100万我们从来没看过他在公司里面，然后他也花掉了。然后他说这100万要我们4个股东一起帮他还。从他开的第3个月觉得账可能要查，第4个月看不到账本没有会计，这件事情就已经是一个 big trouble。没错。来许愿提款机，这一定是陈玉乔。为什么他是提款机？他刚刚那个包包的故事，他的包包都可以，你看他笑的这样一片，他可以买所有都是假的，还是一直买一片，你看买一片，你太好骗了。我真的超级笨，我真的必须说不要再骗我了，好不好？就是那时候交一个年纪比我小的男朋友，他就。开始就会，宝宝你好会保养你的皮肤哦，那你就是保养品，就是你帮我买啊，或是我们去逛街的时候，我就买衣服，可能潮牌什么，他也会丢几件在那个柜台说谢谢 baby 这样子，就是都要我帮他付钱，就理所当然的你付。对，你就是干妈哎。对，我变成那个阿姨姐姐，漂亮，干妈，她就是干妈。对，我觉得那没关系，这些钱假如说。我花了，但你对我好的话，我觉得没关系。但是他常常让我找不到人。那时候就是常常跟哥们出去喝酒就失踪了，到隔天下午才会回我讯息。就是你知道，开始有点心情有点不好了，常常找不到人嘛，然后就开始会失眠啊，然后各种状况。然后有一次我跟他还有他的朋友，我们3个人吃饭，然后他的男性友人就问我，就说：“你是艺人，那你以前有没有跟男艺人在一起过？”我说：“哦，有啊。”他说：“那男艺人有比他帅吗？就比我隔壁的当时的男友。”我就说：“哦，有因为男艺人就是靠长相吃饭的，因为每个人的专长不同嘛。”我就这样讲，他超生气，他就说：“你才老阿姨嘞，你才丑嘞，你细纹都出来了，你眼睛已经凹陷了。”然后各种，我就觉得我跟一个没教养的交往，对，然后我整个傻眼，然后我就吓到，因为他以前完全不是，他就是很温柔那种。那种温柔小奶狗，他是对你的前温柔啦。对，然后结果后来他就整个，对，后来变成超炸裂的，然后就开始对我各种 PUA，你变胖了，你这边细纹，然后让我就是越来越没有自信。然后我有一个很好的欧尼姐姐，我就说欧尼怎么办？她就跟我说。你就是不要把钱花在这种烂咖身上，你要把钱花在自己身上，或者办会员卡身上也可以，或者先储值，变金卡会员都可以。好 ，anyway， 然后呢，他就跟我说，你一定要好好的善待自己，爱自己，所以他就跟我说，你可以开始。买一些厉害的保养品，那因为我这个欧尼姐姐她年纪比我大，但她整个人就是那种发光，脸非常的那种白里透红，非常有光泽。我想说，那她到底用什么？她就跟我说，有一款精华液超厉害，因为它里面有一个革命性的成分外泌体，大家已经红哎，现在对，现在超级红。然后我就开始用一段时间，
真的是肌肤脱胎换骨，我的脸开始紧致起来，就连素颜的时候都是又白又透亮，真的超级神奇的。然后我今天真的一定要讲这件事情。因为我变又白又透亮，容光焕发之后，那个 PUA 我的前男友，孩子频频传讯息，想要请我吃饭，因为他发现我越来越漂亮了，但是我是不屑的，我都不会理他。对，不要理他，不要理他，而且还带一点高傲，对，带点高傲，很好。那自信与美，我为什么要理你？对啊，烂咖，没错。所以我要把这个好产品介绍给大家。哇塞，好了，好棒！哎呦，好漂亮哦！这个欧尼推荐的全能6生态精华液，用完之后真的太有感，因为它里面含有革命性成分外泌体，它在保养界掀起一阵热潮，而且超级无敌有感。然后大家一定会想说，外泌体到底是什么？它是科学家在培养干细胞的过程中，发现它那个物质，对它那个物质可以承载一些细胞的资讯，也就是说，它就是细胞的快递员，而且是超速快递员哦，因为它的分子非常非常的小。然后我们大家可以来试一下它的质地，你看它的质地是非常非常的轻盈丝滑，而且不会黏腻感，很舒服。擦上去之后呢，你的皮肤变得是超级水润的，有光泽，但这一面就是非常的干燥的。那可能观众朋友感觉不到它的保水度到底有多少，今天还特别带来了侦测仪 ，OK， 来看一下我原本的肌肤保水度大概是多少。好，36，对，还没有擦的，中偏干，对，有点干。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有擦的是多少。我们的欧尼推荐的这个全能6生态精华液。已经达到了76%，哇！已经达到了76%，非常高，而且它是超强立即补水哦，马上渗透进去。因为像我刚刚讲的，外泌体的分子是非常非常的小，肉眼完全看不到的奈米般的大小，所以它可以很快的吸收进去。非常渗透，而且吸收速度是非常的快，非常的舒服，真的非常没有感觉到。它没有那么特别很香味道，我觉得男生也可以接受。没有，它没有加任何过多的香精。对啊。然后呢，很舒服，里面的成分都是很天然的，所以各种肤质，像我自己是敏感性肌肤，也是可以用的。再加上你知道女生是不是晒太阳什么会有斑啊什么的，它里面还特别加了熊果素以及谷胱甘肽，它可以改善我们的黑色素的沉淀，而且呢还可以让你的皮肤更加的亮白。而且女生是很怕有细纹跟皱纹的产生，对，很怕老，对不对？它里面还特别加了6生态，可以让你慢慢的抚平你的细纹、皱纹，可以让你的皮肤更加的紧致有弹性，任何肤质都可以用。因为我自己是敏感性肌肤啦，所以用了一段时间，真的觉得好有感哦，到现在还是亮的哎，差这么多哎，真的，对，亮。它是科技以及美丽的结合。我用完之后，我觉得我找回了自信与美丽，活出我自己想要的样子。在这边推荐给大家，太好了！希望大家跟我一样都可以找回自信。你告别小奶狗，推荐。他校园好心被雷侵，旁人听了也火大。然后我现在已经站不起来了，怎么办？我就赶快打电话拜托帮他插医院的队。哦，这个好难。对，这个非常不容易，要有人脉。他还没有完全好，他就继续去打球了。哇！打一打又断，就他就是开始在外面跟人家讲说什么，想要找这个医生好像不是很靠谱。不是什么忙都要帮助。帮他擦又不听话，是我们今天的最后一个。终于来了！大家都准备好要擦了。篮球人之间的故事，哈笑眼，我就知道。其实插的是插队啦，帮他帮忙插队。你这个人插队会不会太具体了一点？去医院帮他插医院的队。哦，这个好难。对，这个非常不容易，要有人脉。这你要跟医生真的很熟，才有办法插进去。对，那这个是之前我们那个外景节目的时候的其中一个制作人，那个制作人他也很爱打球，结果有一次他突然打电话给我，他说：“我昨天去公园跟人家斗牛，然后我就听到膝盖啪啪2声，哇，
然后我现在已经站不起来了，怎么办？那我就说，那你这个应该是韧带断掉。我现在赶快，我们约在哪一家诊所，那个运动伤害的诊所。那一家诊所算是台湾我们很多运动员都会去看的一个算很权威的一个运动伤害科的诊所。很大一家，我就赶快打电话拜托他，我说，我有一位朋友，真的他现在应该是断了，可不可以赶快去看？他就说，那你就在我的门诊，比方说4点开始，你就在我开始前20分钟或半个小时，我记得是半个钟头，你先来，我早一点到帮你看。真的插队，就真的去，真的插队了，真的插进去了，就先去，然后看，对，果然真的断了，就马上在1天之内帮他所有事情安排好。医生还特别嘱咐他说，因为其实本来就是这样，你开完刀以后，你一定要做完整的复健，完整的复健做好以后，你才可以再去做运动，讲得很清楚。但他也不听，他还没有完全好，他就继续去打球了。哇，打球活该，打一打又断，同样的地方又断，就他开始在外面跟人家讲说什么。小阿嫂，这个医生好像不是很靠谱应该是开的不好吧？开的不好才会这样吧？所以了解，没关系，这种朋友，我就觉得这种人也不用真的太亲近。我觉得今天分享这个东西，是因为我们人必须要有朋友，对，而且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受到朋友的照顾和帮助。没错。我觉得人跟人之间都是天平的两端，什么忙不是什么忙都要帮，但今天这个忙我们一定要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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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错。因为自己人做跷跷板怎么会跟幸福有关呢？怎么会呢？怎么会？幸福跷跷板，跷跷板是的。来，全地球所有的叔叔伯恭喜伯阿姨，微风，回违11年在这个新作品《幸福跷跷板》。那我这次跟着好朋友就波蜜还有风暴，我们一起出了这个全新的单曲。带个副歌来给大家听。好 ，OK， 来请。坐在幸福的跷跷板，梦想与现实就在天平的两端。人生不会有答案，阳光和小雨会让心情变得更美丽。爱是幸福的跷跷板，欢笑与泪水都是珍贵的记忆。人生最好的滋味，就是有你在身边。已经上线了吗？这个已经全数位平台都上线了，而且我要特别讲，我们的 MV 要请到杨丽英杨姐来拍。哇！对，濮孙情。今天聊人心难测，我觉得有时候我们人心相信人性本善，难免就是看走眼。对，这份绝情其实也在帮你过滤掉一些有毒的关系。对，经过这些事情，你就会更接近那些值得花时间在乎而且珍惜的人。只要我们无愧于心，温暖跟美好终将如期而至。好不好？女王大人，好棒的祝福哦！我们下次再见。谢谢。 See you， 拜拜。快订阅未来中国台 YouTube 频道，开启小铃铛就可以看到最新的女王大人哦。